有没有想过，你生的孩子可能会长得像前男友或者有前任的基因特征？那这个说法出现在古希腊的先父遗传里，包括亚里士多德在研究生物学的时候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那其实在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生物都有两个性别，就是雄性和雌性。那他们通过受精的方式把双方的遗传信息结合在一起，让诞生下来的孩子可以继承父母各自的特征。所以不管孩子长得像爸爸或者妈妈，这个在遗传学里其实早就已经被证实过了。但最近又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母亲过去交配过男性的遗传信息会在下一代的基因里给体现出来。那更奇怪的是，这种说法让很多人都当成了真理，因为确实在几篇生物论文的报告里也证明了这种说法是真的存在的。大家好，今天聊先父遗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看名字就知道，后代的特征除了会继承生父之外，还会受到母亲前男友的影响，那尤其是为前任怀过孕的女性。那这个说法就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因为在他们的神话里就出现过一个孩子有两位父亲，那其中一个是神，而另一个是普通人。那万学之祖亚里士多德就根据这个故事提出了先父遗传的早期雏形。那这个想法一直到了19世纪才被完善出来。那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案例，就是猫瘤和母马的实验。在1820年，英国的莫顿伯爵向皇家学会报告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他用斑马的亚种雄性斑驴跟灰色的阿拉伯母马在交配之后产下了后代，紧接着再让这匹阿拉伯母马跟一匹灰色的阿拉伯公马配种。那正常来说第二次产下的马驹应该是纯种的灰色阿拉伯马，但结果却不是那两匹阿拉伯马生出了一个带有斑驴花纹跟特征的品种。那这个生物实验范例直接就证明了先父遗传的说法它是正确的。那就连当时顶尖的科学家达尔文也对这个结果非常认可。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一胎会影响下一胎的母体感染论就直接横扫了整个欧洲。那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生物科学的基础，让遗传学开始飞速的进步。但是没过多久，后来的科学家就发现猫驴和母马的实验结果太不严谨了。那尤其是统计学家卡尔皮尔森认为，如果这种遗传真的存在，那是不是代表同一对夫妻越晚生出来的孩子就越要像第一个跟母亲交配过的男人？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理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对雄性生物来说，自己的孩子会遗传妻子前任的特征，这个应该是任何男人都接受不了或者反感的吧。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男性的小气，因为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它是非常自然的。例如新上任的雄狮，他在接管狮群之后，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咬死前任雄狮的幼崽。那如果我们按照之前视频里说过的，从提高群体遗传多样性的角度去看，前任国王的基因是应该被保留下来的，但新的领导会觉得属于我的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忠诚必须排在第一位。那其实包括猫、狮子、黑猩猩这些动物在内，它们的生殖器都是带刺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交配的过程里弄痛雌性，刺激它们排卵，提高受精率的同时再排出其他雄性的精子。那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包括人在内的任何雄性生物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传承自身的基因。那甚至有些贵族为了利益，他会选择近亲繁殖，根本就不考虑群体的多样性，那就更不要说跟妻子前任的基因和平共处了。那听到这可能会觉着先父遗传的某些特征跟适应环境或者生存进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就代表这种说法可能是谣言。但这些也并不完全都是假的，因为确实在很多物种的身上都发现了先父遗传的证据。那其中的一个案例是在2014年对黑腹果蝇的实验中发现的。那这种昆虫它们的交配能力非常强，那甚至可以说不知道疲惫。那尤其是母果蝇，它在交配的时候，只要周围没有适合产卵的地方，那它们的卵子就不会受精。所以母果蝇会同时的跟几只雄蝇交配，一直等找到适合产卵的地方，卵子才会受精。而研究人员就利用这个特性，让母果蝇先和一只小体型的雄蝇交配，那然后再和体型大一点的雄蝇交配，那之后再去观察对后代有什么影响。那结果就发现
虽然孩子的遗传物质还是来自第二只雄鹰，但它们的体型却跟第一只雄鹰一模一样。那这种看着像是先父遗传的体现，也是被过度的给解读了，因为这些是研究人员通过控制幼虫的营养，人为的操纵了雄性滚绒的体型，所以才说跟遗传基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其中营养好、体型大的雄鹰，它们精液的质量也就更高，在第一次交配的时候就已经影响了还没成熟的卵子和胚胎发育。也就是说，前男友的精液如果很棒，卵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确实有可能被影响。但不同的是，果蝇它可以在多次交配的过程里根据环境控制什么时候受精。那这种生理模式就不能直接的套到人体身上，因为人类的生理受孕周期它都是固定的。那其实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把公鼠给结扎了之后取出精液做人工受精，再去观察精液对胚胎的发育有什么影响。那结果发现，就算精液中没有精子，但精液中的蛋白质和信号分子一样可以改变子宫的环境，甚至可以改变后代身材的胖瘦。那这个实验虽然证明了精液能够改变母体的生理健康，但是跟遗传前男友的基因可能也没有任何关系。那最后一个被用来可以证明先父遗传论的叫微嵌合体，它大概的意思是，你的身体里可能真的存在别人的细胞，那只是数量很少，它不会成为主体细胞。而人类在怀孕的时候，胎儿的细胞也确实会进入母体。例如在生过儿子的女性体内，我们真的可以检测到男性的 Y 染色体细胞，包括在器官移植后，身体里也能检测到器官主人的细胞。但这个跟遗传前任的基因也是两码事儿。但更神奇的是，有一项针对从未生过儿子的女性研究里发现，在接受实验的20位女性中，既然有 21% 的人体内都存在 Y 染色体，那如果他们之前留过男胎，那还可以用微嵌合体来解释母亲体内的 DNA。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些人里，只生过女孩的妈妈有 8%， 而从来都没有怀过孕的女性也有 10%， 但是他们的体内都检测出了 Y 染色体。那按照实验结果，就有人推测，可能是在交配的过程中，精子不小心的进入到了母体。但这个结论呢，还是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因为剩余参加实验的女性都说自己从来没有怀过孕。那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的相信，因为在生理上确实存在一种化学性的假怀孕。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早期流产，尤其是在年轻健康的伴侣中，有 30%到40% 的发生概率，所以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论文里说的检测到 Y 染色体的女性说自己没有怀过孕的情况，应该是有两种。第一个是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早期流产，也就是刚才说的化学性的假怀孕。那第二种是没有成功的受精，但可能也有极少量带有 Y 染色体的细胞被母体给吸收了。那这个说法也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但那些只相信先父遗传的人，可能只关注第二个没有受精成功的结果，却忽略了第一种早期化学性流产也可能会让体内出现 Y 染色体。那更奇葩的是，有些人甚至会觉得人类精子里的 RNA 可能会像病毒一样把信息插入母体的基因里。那只是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要把精子当作病毒，那这种逻辑思维就太跳跃了。那虽然人类的精子里确实存在 RNA， 但它主要的作用是在受精卵里控制基因的开关，而精子中的 RNA 会感染母体这种说法更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稽之谈。那最后，先父遗传这个话题被当成了真理，是因为有些人把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有意的给歪曲或者误解了。那包括果蝇在内的一些生物看起来确实有点先父遗传的感觉，但这个跟前男友的遗传特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因为先父遗传那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都市传说，用跳跃的思维拼凑出来的假设。